今天做点什么好呢？第一步是处理这个油皮和油酥。我现在这边是油皮，这个是油酥。让这个油皮在这边，大概晾20分钟左右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来处理这个油酥。油酥就是完全是面粉跟猪油，没有一滴水。然后也是这个比较难搓，我每一次做酥皮的点心，不管是馅月饼还是萝卜丝饼，我都觉得这个油酥是最难搓起来的。这个油酥也揉好了啊，下面我们也让它松弛一下。把这个红豆馅儿从包装里面弄出来。太恶心了，怎么办？不是我觉得我能够做，但是就是说拍的话，我就有点偶像包袱，你知道吗？心理负担很重。有点像那个牛黄解毒丸。10颗豆沙搓好了，这个大小怎么差了这么多呢？没有用一开始这个野心太大了，后来就搓着就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弄，没弄过这个事情，大概凭想象，就是把这个豆沙搞平，然后放1颗蛋黄进去，然后把它裹一裹。放1颗太多了，1颗，每个里面放1颗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再搓圆，对，应该就是这样子，没错。继续做一样的工作，转眼就包到最后1颗，真的实际操作的时候还可以，但是这个画面不太好看。下去要去处理面团了。现在取出油皮和油酥，把它们切割成10份。大家看到我们家一个熟悉的工具又上线了，还是很好用的。我特地洗了一下。下面来切这个油酥，油酥一般来讲比较 tricky 的，一切就会散成这样子，所以水太少了。这油酥是不放水的里面，所以它就比较容易散。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残布的油酥。包进去，然后擀成这个长条形，卷起来，放在一边静置。这边松弛了15分钟之后，我们取这个第一个做好的这个过来，这边看下去，再次卷起来，这样的。第2次松弛还是15分钟左右，就是那个方子上说不要回头擀。这其实就是一个制作起酥的过程，所有酥皮的点心好像都有这一类似的这个。第2次的这个现在第2次的让这个面粉松弛，这一次15分钟之后呢，就要进行包的这个步骤。现在开始做包的这个过程。
A few moments later. 现在刷第二次蛋液，下面要加一些白芝麻，还在撒的到处都是。送入烤箱，好像是先烤3-5分钟2,000 years later. 蛋黄酥出炉了，好像可以挺酥松的，摸起来，颜色也还不错。好嘞，那开始吃呗。看一下里面是个什么情况。哇！